门神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的重要神灵，负责守护家庭和建筑物的安全，驱邪避煞。门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，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有着不同的形象和传说。以下是一篇详细介绍门神的故事由来及传说的文章，涵盖了门神的起源、历史发展、主要形象及其在民间信仰中的地位。一、门神的起源。门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和习俗。在古代，人们相信门户是阴阳两界的交界处，是鬼神出入的通道。因此，为了保护家庭免受邪祟侵扰，人们开始在门上张贴或悬挂神灵的形象，以驱邪避煞。一、神荼和郁垒。门神的最早形象可以追溯到神荼和郁垒。据《山海经》记载，神荼和郁垒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两位神灵，居住在度朔山上，负责镇守鬼门关，驱逐邪祟。他们手持桃木剑，能够降妖除魔，因此被民间奉为门神。人们在门上张贴他们的形象或悬挂桃木剑，以保护家宅。二、桃木剑和桃符。桃木在中国古代被认为具有驱邪避煞的功能，因为桃木坚硬且具有神秘的力量。人们在门上悬挂桃木剑或张贴桃符，以保护家宅免受邪祟侵扰。这一习俗在后来发展为张贴门神画像，成为门神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二、门神的历史发展。随着历史的发展，门神的形象和信仰也在不断演变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，门神的形象有所不同，但其基本职责始终是保护家庭和建筑物的安全。一、汉朝和六朝时期。在汉朝和六朝时期，门神信仰逐渐普及，除了神荼和郁垒，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门神形象，如白虎和青龙。白虎和青龙分别代表西方和东方，被认为具有驱邪避煞的功能，因此也被用作门神。二、唐朝时期。唐朝是门神信仰发展的重要时期。在这一时期，门神的形象更加丰富多样，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门神形象，如秦叔宝和尉迟恭。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因为晚上常做噩梦，于是命令秦叔宝和尉迟恭守在门外，结果噩梦果然消失。后来，为了不让将军们辛苦守夜，李世民命人将他们的形象画在门上，这便成了门神的由来。三、宋朝和元朝时期。在宋朝和元朝时期，门神信仰进一步发展，门神的形象和种类更加丰富。除了秦叔宝和尉迟恭，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门神形象，如张飞和关羽、岳飞和韩世忠等。这些门神形象多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，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忠诚精神使得他们被后世尊奉为门神。四、明朝和清朝时期。在明朝和清朝时期，门神信仰达到鼎盛，门神的形象和种类更加多样，并且出现了一些专门为门神制作的画像和雕像。这些门神画像和雕像被广泛张贴和悬挂在门户上，成为保护家庭和建筑物的重要象征。三、主要门神形象及其传说。门神的形象多种多样，不同地区和时期的门神形象也有所不同。一、神荼和郁垒。神荼和郁垒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两位神灵，负责镇守鬼门关，驱逐邪祟。他们手持桃木剑，能够降妖除魔，因此被民间奉为门神。人们在门上张贴他们的形象或悬挂桃木剑，
以保护家宅。2. 秦叔宝和尉迟恭。秦叔宝和尉迟恭是唐朝的2位著名将军，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忠诚精神使得他们被后世尊奉为门神。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因为晚上常做噩梦，于是命令秦叔宝和尉迟恭守在门外，结果噩梦果然消失。后来为了不让将军们辛苦守夜，李世民命人将他们的形象画在门上，这便成了门神的由来。3. 张飞和关羽。张飞和关羽是三国时期蜀汉的2位著名将领，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忠诚精神使得他们被后世尊奉为门神。张飞和关羽的形象通常被画在门的2侧，以保护家宅免受邪祟侵扰。4. 岳飞和韩世忠。岳飞和韩世忠是南宋时期的2位著名将领，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忠诚精神使得他们被后世尊奉为门神。岳飞和韩世忠的形象通常被画在门的2侧，以保护家宅免受邪祟侵扰。4. 门神的象征意义。门神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，他们不仅是保护家庭和建筑物的神灵，还代表着忠诚、英勇和正义。1. 保护家庭和建筑物。门神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家庭和建筑物的安全，驱邪避煞。人们相信，张贴或悬挂门神的画像和雕像，可以防止邪祟进入家中，保护家庭的平安。2. 忠诚和英勇。门神多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，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忠诚精神使得他们被后世尊奉为门神。门神的形象和故事激励着人们学习和效仿他们的忠诚和英勇精神，成为人们心中的榜样。3. 正义和正气。门神代表着正义和正气，他们的形象和故事象征着对邪恶势力的抵抗和对正义的捍卫。门神的存在提醒人们坚守正义，勇敢面对困难和挑战。5. 门神的祭祀和习俗。门神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具有重要地位，人们通过各种祭祀和习俗来表达对门神的敬意和感激之情。1. 张贴门神画像。在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，人们会在门上张贴门神的画像，以保护家宅免受邪祟侵扰。这一习俗在中国各地广泛流行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2. 祭祀门神。在一些地区，人们会定期举行祭祀门神的仪式，向门神献上香火、贡品和祈祷，表达对门神的敬意和感激之情。这些祭祀活动通常在重要节日时进行，如春节、元宵节等。3. 悬挂桃木剑和桃符。桃木在中国古代被认为具有驱邪避煞的功能，人们在门上悬挂桃木剑或张贴桃符，以保护家宅免受邪祟侵扰。这一习俗在后来发展为张贴门神画像，成为门神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4. 门神的更换。每年春节前夕，人们会更换新的门神画像，这是一种迎新辞旧的象征。新年的门神画像通常会在大年初一早上张贴，代表新的一年开始，驱除过去一年的不祥和邪祟，祈求新的平安和幸福。每年更换新的门神画像是一种传统习俗，这一习俗背后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宗教意义。以下是几个主要原因。1. 驱邪避煞。门神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家庭免受邪祟侵扰，驱邪避煞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门神画像可能会逐渐失去其驱邪的力量，或者变得破旧和不清晰。因此，每年更换新的门神画像，可以确保其驱邪避煞的效果，保护家庭的安全。2.
迎新辞旧，每年更换新的门神画像是一种迎新辞旧的象征。新年的门神画像通常会在大年初一早上张贴，代表新的一年开始，驱除过去一年的不祥和邪祟，祈求新的平安和幸福。这一习俗体现了人们对新年美好生活的期望和祝愿。3. 表达敬意，每年更换新的门神画像也是对门神的一种敬意表达。通过更换新的门神画像，人们表达对门神的感激之情，感谢他们在过去一年中保护家庭的平安。同时，新的门神画像也象征着人们对门神的信仰和尊敬。4. 保持画像的清晰和美观，门神画像通常张贴在门的两侧，经过一年的风吹日晒，画像可能会变得破旧和不清晰。更换新的门神画像可以保持画像的清晰和美观，让门神的形象更加威武和庄严，增强其驱邪避煞的效果。5. 习俗传承，每年更换新的门神画像是一种传统习俗。这一习俗在中国各地广泛流行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通过这一习俗，人们传承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，增强了文化认同和社会凝聚力。每年更换新的门神画像是一种具有丰富文化和宗教意义的传统习俗。这一习俗不仅是为了驱邪避煞，保护家庭的安全，还是迎新辞旧的象征，表达了人们对新年美好生活的期望和祝愿。同时，这一习俗也是对门神的敬意表达，保持画像的清晰和美观，并且通过这一习俗传承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。5. 门神的种类和造型，门神的种类和造型多种多样，不同地区和时期的门神形象有所不同。一般来说，门神画像会选择一些威武的神将形象，如秦叔宝和尉迟恭、张飞和关羽等，他们通常手持武器，面容严肃，象征着对邪祟的威慑和驱逐。6. 门神的文化影响，门神作为中国民间信仰中的重要神灵，其形象和故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门神不仅在宗教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，还成为文学、艺术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题材。1. 文学中的门神，门神的故事和形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得到了广泛的描绘和传颂。例如，《三国演义》中对关羽和张飞的描写，使得他们成为门神的代表形象之一。门神的忠诚和英勇精神通过文学作品传播，成为人们心中的榜样。2. 艺术中的门神，门神的形象在中国传统艺术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。门神画像、雕像、剪纸等艺术形式中，门神的威武形象被生动地展现出来。这些艺术作品不仅具有观赏价值，还承载着人们对门神的敬仰和信仰。3. 社会生活中的门神，门神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，特别是在传统节日时，门神的形象成为家庭和社区的重要象征。张贴门神画像、祭祀门神等习俗，成为人们表达对家庭平安和幸福生活的祈愿方式。7. 门神的现代意义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门神的信仰和习俗也在不断演变。在现代社会，门神的形象和故事依然具有重要意义，成为人们文化认同和精神寄托的一部分。1. 传统文化的传承，门神的信仰和习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通过张贴门神画像、祭祀门神等活动，人们传承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。这些活动不仅具有宗教意义，
还具有文化教育和社会凝聚的功能。二、精神价值的弘扬。门神的忠诚、英勇和正义精神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重要价值。门神的故事和形象激励着人们在生活中坚守信义，勇敢面对困难和挑战，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资源。三、文化创意的发展。门神的形象和故事在现代文化创意产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。例如，门神形象被用于设计各种文化产品，如年画、工艺品、文创商品等，成为文化创意的重要题材。这些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业价值，还具有文化传播和教育功能。八、门神的国际影响。门神信仰不仅在中国广泛流传，还随着华人的迁徙和交流传播到世界各地。在东南亚、北美、欧洲等地区，华人社区中依然保留着张贴门神画像、祭祀门神等习俗，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。一、东南亚地区。在东南亚地区，如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泰国等国家，华人社区中广泛信奉门神。每逢春节等传统节日，当地华人会张贴门神画像，举行祭祀活动，祈求家庭平安和幸福。二、北美和欧洲地区。在北美和欧洲地区，随着华人的迁徙和定居，门神信仰也传播到这些地区。华人社区中保留着张贴门神画像、祭祀门神等习俗，成为当地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。三、门神文化的国际交流。随着全球化的发展，门神文化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。门神的形象和故事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和媒体传播，让更多的国际友人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。门神文化的国际交流不仅促进了文化互动，还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。门神作为中国民间信仰中的重要神灵，其形象和故事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。门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，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有着不同的形象和传说。门神信仰通过各种祭祀和习俗，表达了人们对家庭平安和幸福生活的祈愿，并且在文学、艺术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门神的信仰和习俗也在不断演变，但其忠诚、英勇和正义精神依然具有重要价值。门神的形象和故事激励着人们在生活中坚守信义，勇敢面对困难和挑战，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资源。门神信仰不仅在中国广泛流传，还随着华人的迁徙和交流传播到世界各地，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。门神文化的国际交流促进了文化互动，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。门神的故事由来及传说，展示了中国民间信仰的丰富多彩和深厚文化底蕴。通过了解和传承门神文化，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，为现代社会的文化建设和精神生活提供宝贵的资源。